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会员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走出自己的牢笼。这个题目是个哲学命题啊，但是我不想讲哲学议题啊，哲学议题太难讲了。我们还是讲一点和我们自身有关系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今天不是来跟大家讲一个讲座，不是的，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啊。因为在这个话题当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语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我只讲其中一部分啊，讲其中一部分，然后我留下时间来让大家来表达。最近美国发生了2件最重要的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 BLM 运动啊 ，BLM 运动呢就是到现在还在发展当中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大选啊。那么这2件事情呢，躲是躲不开的啊，没有人能躲得开。每天我做新闻，然后看新闻、看评论啊，大家很多有不同的意见啊，我看有很多想法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感触良多啊，感触良多。我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啊，我还是比较善于从中间往两边看，我是比较善于这样啊，所以我更多的能够去客观的去观察这个现象啊。那么我得出3个看法。第一个看法，中国人肉身离开中国，不管多少年，大脑还在墙内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中国人肉身离开了中国，精神家园还在墙内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大部分的中国人虽然他已经在海外定居，甚至定居了很多年，他都把海外这个家，或者是他居住的这个国家当作权宜之计啊，最终落叶归根还是要回去的，99%都是这么想啊。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就引发，其实你从这3点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海外啊，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啊。当然有些人嫁给了本地人，生儿育女啊，但是其实心里面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真的变成一个美国人，或者变成一个加拿大人啊，或者是变成一个奥地利人、德国人，有没有变成那里的人？有没有真的把你的精神家园放在这里？中国人真的没有啊，没有。为什么？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哈，大概我观察，中国人大概是那种规划的最不彻底的人群啊，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会出状况啊。你比如说中共的渗透啊、收买啊这些，我相信中共在全世界能够把这件事情干得这么，不说漂亮吧，干得这么广泛，把这件事做得这么广泛，它是有土壤的啊，它是有土壤的。我讲这些话，大家可能都听得不大舒服，但是我唯其如此，我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所以大家忍耐一下啊。所以前2天我有个朋友到我家里来啊，聊起这个 BLM 运动啊，他说他跟他老婆已经快不行了，快翻脸了啊。他说他老婆是支持 BLM 运动的啊，但是呢他不太认同。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你不认同？他说那是个囚犯。他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凭什么为一个囚犯搞一场这样的运动啊？这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哈，我们现在其实遇到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说这是个就是个牢笼，它其实包含的含义是很多的啊，就是说我们缺乏常识，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场景当中没有常识，常识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因为中共独裁，它把常识的发生作用的条件去掉了。所以经常我们没有常识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没有学习或者没有认知，并非我们没有认知能力啊，而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场景，比如说我生活的地方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常识不起作用。为什么？强权才起作用。强权，政府用强权来对待老百姓，这个社会充斥的这种强权的力量，而不是常识发挥力量。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常识，或者说常识不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脑子里很少常识，这是一个方面啊。我们也不了解一个民主的国家是怎样的，我们也不了解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它的政体、它的文化、它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们你看很多语境，你可以反映出来，中国人其实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一个民主国家，多么的不了解。你看很多中国人张嘴就说：“哎呀，我们华人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你看这一张嘴你就知道，这个完全不了解西方国家。什么叫主流社会？中国才有主流社会。其实你在西方国家，它有精英阶层，但它并没有主流社会这回事。为什么？因为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是一票啊，凭什么他是主流社会，我不是呢？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中国人跑到美国去生活也好，跑到加拿大、跑到欧洲去生活也好，他没有了解他去生活的这个国家。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什么呢？学习怎么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里面去生活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因为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学习。所以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要走出自己的牢笼，自己的牢笼，当然其中有一个牢笼是中共的牢笼，就是中共给我们洗脑，它其中一部分是洗脑，它刻意灌输给我们的，比如说像什么阶级分析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政治经济学啊，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啊，这些我们从小生活的这个场景当中中共灌输到我们大脑里面来的东西，这个我们要从这个牢笼里面走出来。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出自己的牢笼，不是中共的牢笼。中共的牢笼其实我们如果建立一个常识，中共的牢笼就破掉了。只要我们建立常识，中共的牢笼就直接就破掉了。为什么？因为常识的力量比那个东西要强大，而且你生活的场景，常识是起作用的。中共的那些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很容易崩溃掉的。所以前提是你只要建立了常识，你就可以把中共的牢笼破除掉。但是难在哪里？难在我们自己建立的牢笼。我们自己建立的牢笼是什么？就是中国文化的那些传统啊。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让我们无法理解，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产生偏见，产生错觉。中国传统比如说等级观念，对吧？你就比如说很多中国人会讲什么，讲那个黑人只是个罪犯，他还吸毒，这是什么？这就是对平等的不了解啊！中国人没有平等的观念，中国人脑子里全是等级观念，3、6、9等。我们生活的场景就是这样，官员级别最高，然后下面1、2、3、4，每个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待遇，不同的命，不同级别的命有不同的价格啊，等等，全是这些东西。我们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跑出来。就像我那个朋友讲的，那个黑人他只是个黑人，他只是个囚犯，这就是我们的那种等级观念啊，中国人的等级观念，中国人的党同伐异，中国人的那种各种没有底线，就中国人的各种
叫什么？大家看过一本书叫《厚黑学》，对吗？李宗吾啊，你想一下，中国这个民族，它的成功的条件最重要的2个条件是什么？一个是厚脸皮，一个是黑心肠。中国人成功的这2个条件，一个是厚脸皮，厚脸皮是什么？厚脸皮就是不要脸啊。一个就是黑心肠，黑心肠是什么？坏人呐，就是要足够坏，要足够不要脸，你才能够成功。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的这些东西，就我们中国人里面全是这些36计啊，就是以弱胜强啊，我想办法田忌赛马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我们要掌握的是常识。我们怎么走出自己的牢笼？我们自己牢笼是什么？其实我们自己牢笼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原来建立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你现在的生活场景已经不合时宜了。我就讲那个平等啊，平等是什么？平等就是权利。什么权利？无差别对待的权利。什么叫无差别的对待？就是你就是个命，你这条命跟那条命没有区别，不管你是谁。什么叫不管你？不因为你的肤色，不因为你的职业，甚至不因为你的犯罪记录而有差别的对待，这就叫平等。说啊，那你这不是绝对的平等吗？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哎，这就是共产党灌输给你的了，这个牢笼就是共产党给你的了。共产党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就是没有平等这回事情。不是的，平等是有的。所以我们讲的平等是精神上的平等，源自于精神上的平等。我们再往前追，当然可以追到宗教意识上面的东西，我们不往那边追，我们只讲精神上的平等。然后由于精神上的平等，我们在权利上要有平等。你可以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你能得到的事情我也应该能得到，他能得到的事情你也应该得到，无差别的对待，这叫平等。不因为他是个囚犯，也不因为他是个黑人，也不因为他曾经吸过毒，也不因为他这条命应该跟你一样，这就叫平等。我们讲牢笼是什么？我们的牢笼就是所谓的老祖宗，或者是我们的父母说我们生活的场景告诉我们，他高人一等，你低人一等，他理所当然有更多的权利，他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权利。这就是不平等的概念，这就是等级观念，中国人有的。所以我们想要走出这个牢笼，你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脑子里是些什么东西，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会怎么样破坏你，它会和你现在的身处的环境有什么不协调、不对付的地方。比如说自由，那我们就讲3大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我们就讲这3大观念啊。平等我讲过了，无差别对待才叫平等。你把这件事情套进去，你就可以看到 BLM 是什么， BLM 这场运动是什么。很多人你看到很多人在评判 BLM 这场运动的时候，他会一会儿讲，哎，有人打砸抢了，一会儿讲这个，哎，这个黑人是有犯罪记录的，一会儿讲黑人他们其实黑人犯罪记录比所有的民族都要多，都没有讲重点。重点是什么？ BLM 这场运动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就是黑人要跟白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就叫平等。黑人没有要求他更多的权利，他只是跟你一样的权利。我们也应该，华人应该跟黑人一样有一样的权利，跟白人一样有一样的权利，这就叫平权运动。
我们应该聚焦什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领域。我们反不反对，要聚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不反对。如果我们在一会儿讲，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人其实在 BM 这场运动当中，他是觉得他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说黑人要求更多的权利，超出了他应得的权利，这是不 make sense 的啊，不 make sense 的。什么叫超出他应得的权利？他是被宠坏的啊！我经常看的在推特上面有人讲，黑人是被宠坏的啊，这是事实吗？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平等，你才会搞清楚什么是平权运动，或者是反过来讲，什么叫民权运动，这才会理解我贴出来的那篇文章。我为什么？我在这里解释一下，我那篇文章贴出来之后，这可以讲到自由啊，自由。什么叫自由？我等一下讲这件事情啊。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个权利，自由有3个层次，自由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选择的权利啊，我自由。这是我前提，我们前面都有个前提啊。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个前提，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啊，我不讲这件事情啊，这是隐含前提啊。层次1，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叫选择的权利，这是第一。层次2，我们可以做不想做的事，我们可以不做不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不被强迫的权利。层次3，别人可以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什么？这叫宽容啊，这叫宽容啊。就是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同时你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同时别人可以做你不喜欢的事情，或者你不想他做的事情，他可以做，甚至你不想他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这就叫自由。第3个层次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宽容。在民主自由的社会，宽容是非常必要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宽容，自由就不存在。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吗？因为如果你不允许别人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你不想做的事情，别人也可以不允许你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自由就不存在了。所以自由有3个层次啊，这3个层次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它互为条件。那好了，我们来到一个这样的自由的社会当中，我是不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是可以的，你得允许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这就叫宽容。我问为什么那天有很多网友，我贴了2篇文章出来 ，BM 那2篇文章出来，很多网友跑上来发很长很长反对意见，我全部都删掉了。为什么？大家理解为什么吗？那些网友美其名曰说我发表不同的意见，其实不是的，其实他们是在党同伐异。他不允许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他不允许我做我想做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不想让这篇文章的信息被大家接收到，所以他就发很多很长的反对的意见，这就叫党同伐异，这就是违背我的自由意志，说把它全删掉。有很多网友说你独裁，你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你不允许别人发表别人的意见。不是的，你可以发表，你另起帖子发没问题，但是你跑到我发的这篇文章下面来反对他，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个是干涉我的自由，我不允许，就是这个道理啊。还有一个道理是什么？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利用我的人数上的优势，让这篇文章
被看成是一个被广泛反对的意见的话，那你就是多数的暴力，那我还是不允许，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今天解释一下，我当时不想解释，原因很简单，火上浇油。好，我们讲最后一个3大观念，讲民主啊。什么叫民主？民主当然首先它是一个政体啊，政治体制啊，它是一个政体，或者是我们讲它是一个国家形态啊，民主体制啊，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它是一种观念啊，民主的观念。什么叫民主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平等的提供机会给大家啊，民主，我可以发表意见，你也可以发表你的意见，我们大家通过不同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好的方案，这是民主的观念啊。还有就是什么？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当然是基于民主的政体，他们是互相匹配的啊。民主精神是什么？民主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能够违背人民的意志，这个国家的运行，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的福祉，以人民为福祉为前提，这个国家才有合法性，这个国家才有道德，这就是民主的精神。任何一个民主，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人民当作实现一个国家意志的工具，这就是暴政。所有的暴政都来自于这个，就是把人民当作实现这个国家意志的工具。所有的人间悲剧，所有的人道灾难都基于这件事情。你可以从纳粹身上看到，你可以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你可以从所有的独裁的政权身上都能看到这个共同特征。但是只有民主的政体和民主的观念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他的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这个国家就可以消失，应该消失，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目标就是围绕着人民的福祉展开，不管是远期的还是近期的。共产党的理由是什么？我代表你根本利益，近期利益就不代表了，你得先服从我。其实这是错的，不管是根本利益还是短期利益还是眼前利益，你都得代表，你都得为他服务。如果你服务不了，你就得下台。这就是一个民主政体的精神，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中国，很多人来自其他的地方啊。我特别这些话，特别是讲给来自中国的网友听的是什么？为什么？就是我们特别需要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就是自省的态度。我们要走出一个牢笼啊，首先要走出中共给我们建立的牢笼啊。走出这个牢笼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常识，完备的常识，和我们现在生活的场景相匹配的常识，你才能走出中共建立的牢笼。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建立的牢笼，就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经验，我们生活的经历，我们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甚至我们自己总结的人生的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放弃掉啊，要重新建立你的人生的价值观，三观要重新建立啊，重新建立，放弃那些什么？放弃那些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历史的东西，中国人的那种糟粕。你才能走出自己的牢笼，才能够在你的生活的地方
建立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安心了，你就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了，你就可以落叶归根，在这里落叶归根了。你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你还要去遥远的大西太平洋的彼岸才能落叶归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心安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自己现有的国度，条件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走出自己的牢笼啊。好了，我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不想讲太多，大概我这不是一个，老实讲，我今天呢，我不是给大家上课啊，也不是跟大家讲，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其实是我来美国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受啊，也是我的一些观察，我自己这么对自己讲，我对自己这么期许，我也希望我们海外的华人啊，在离开了中国之后，我们怎么去建立自己的新的生活？我们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其实是3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你要建立一个你的整个的生活平台啊，我在哪里上班，我怎么活下去，我怎么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就是你要生活平台，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社会，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我们了解这个州这个城市，我们了解这个社区，我们要跟这个社区建立广泛的联系啊。为什么要建立广泛的联系？就是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社会支撑系统啊，社会支撑系统。所以你要和这个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啊，这是第2个层次。第3个层次，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我更正一下，很多中国人在中国是一个主流社会。什么叫主流社会？共产党就是主流社会啊，围绕着共产党，所有的人都不存在，所有的组织都不存在。中国只有一个组织，就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是主流社会，你只有靠着它，你才有饭吃，你才有价值，你的价值是被共产党确认的。所以在中国是有个主流社会，然后其他的都是边缘人，都不是主流社会，都是边缘人。所以呢，中国人老觉得我到了美国，我到了英国，我要进入主流社会，他们觉得主流社会也是一方达官贵人的一个朋友圈，我得进入这个朋友圈，我才算进入主流社会。其实不对的，这个观念啊。西方国家一人一票，谁都是主流社会，没有人不是主流社会。为什么？因为你这票跟他那票没有区别啊。你怎么不是主流社会？你就是主流社会。当你有那一票的时候，你就是主流社会，没有不是主。西方国家的自由是什么概念？就是我想怎么过我就怎么过，谁都管不着我，只要我不违法，就这么简单。所以经常讲，哎呀，我融入不了西方的主流社会。是的，如果你认为那是主流社会的话，你的确融入不了。但是这个是西方是有精英阶层，那个精英阶层不是你融入不了，谁都融入不了，精英才能融入，好吗？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什么叫自由？一个国家的自由是什么？一个国家的自由就是任何一个人群可以按照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就是自由的国家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你不必活得像那个白人一样，你也不必活得像那个印度人一样，那个印度人也不必活得像一个白人一样，印度人活得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活得像巴基斯坦人。这就是一个国家，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自由，要提供一个自由，这就是自由。
没有别的。为什么美国，我经常讲，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分化？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啊，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这非常正常，非常的正常，这就是自由的结果啊。自由的结果就是分化，他没有统一思想这回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没有主流社会，你就是主流社会，你的那一票就是主流社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放心大胆的按照你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没人可以干涉你，你就是主流社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建立和这个社区、和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各种联系。为什么？这就是规划啊。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呢，你要认同他的价值观呢，你要建立和他的联系，建立你的社会支撑系统啊。你后面就有支撑，你在你的城市长大的那个城市里面，你一觉醒来，你就有同学啊，你就有亲戚啊，你就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那就是你的社会支撑系统。你今天突然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打电话，拿起电话就打，你知道打给谁，这就是你的社会支撑系统。你会在那里觉得很安心。为什么你会觉得安心？你后面有个社会支撑系统支持你。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你也要去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支撑系统。当你在建立这个社会支撑系统的时候，你就和这个社会发生了关联。你要别人认同你，你要认同别人，你要支持别人，别人也会支持你。所以我很认同那篇文章里讲的，你要多帮助别人，你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这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凭什么别人帮助你？没有道理啊，不 make sense 啊，对吧？不对等啊。所以我们要说，我说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活下来怎么活，把这个生活平台建立好，这是你的能力的问题。然后上面这2个层次是什么？意愿问题。你要有意愿，你才能做到。如果你没有意愿，你根本没有意识，你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你逐步的建立了和这个社会的联系，然后你在这里有一个完备的社会支撑系统。那你跟你在西安，跟你在武汉，当年你在那一觉醒来拿起电话就打是一样的，你才能够建立你的精神家园。这才是你真正的规划。规划是什么？规划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规划是你个人的概念，是个人的意愿。你得真的变成这的人，你才有他的权利。你不变成这里的人，你凭什么有他的权利？这不对，这不 make sense， 这不公平，对吗？我就讲，为什么中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进行什么千人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那个计划，这各种渗透，原因是什么？原因首先是因为大家都还没走出他的牢笼，所以他才会有渗透的土壤。我们首先当然要走出中共给我们建立的牢笼，这个牢笼我觉得并不困难，老实讲并不难，只要你去认真的去生活，认真的去学习，逐步的建立和这个社会相匹配的常识，你就会走出那个牢笼，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你要走出自己的牢笼，这是困难的啊，这个是困难的。这个难度比前面的难度大得多。你要明白，有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糟粕哈，是糟粕。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大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糟粕。为什么？它实在是太落后了，和我们现代文明来说，那实在是太落后了啊！所以第2个牢笼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必要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身心清明。我们怎么做到身心清明？就是要走出这2个牢笼，好吧？我又讲多了，你看，我就想留多点时间给大家。
我们今天不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 BLM 运动啊。如果所有的 BLM 运动我都不打，我不念，我们只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吗 ？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好吗？我还讲一下啊，我还是想讲一下，我今天每个星期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个节目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啊，因为我很自由的和我们的网友朋友这个交流啊，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压力啊，也没有什么，我刚开始前几期呢，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就是节目前的简单准备。但其实呢，我通常会把一个星期以来我的有一些想法，我就归拢啊，归拢，因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想法，我觉得我把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话会比较有时效性，然后也比较应景啊，大家会比较起劲一点。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更投入啊，更投入。我也觉得有意思，就是我必须做，其实我必须做这个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才会起劲的人啊，起劲的人。那么我就希望我自己选一些我自己觉得比较起劲的议题，然后大家也比较起劲，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嗨，对不对？好吧，好，明谢一下。梁秋，谢谢，今天的话题很棒，谢谢 JJZ， 谢谢为王先生的正直开明佩服五体投地。在所有大 V 都怕失去粉丝订阅量而不敢对 BLM ACA 5发生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原则。我没跟错人，我来美超过30年，不想回去，我顶你，谢谢。是的，我是这么觉得啊。其实在上个星期六之后的3天，我基本上收到了就是叫什么评论轰炸啊，评论轰炸，每天大概至少有个180条评论吧，啊，有的批评我，有的指责我，各种各样啊，我全部都没有放过啊，全部都删掉了啊，为什么？中国人我觉得这个不能怪，就是党同伐异不行啊。我都表明的其实我讲的很清楚啊，我的立场也很清楚。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看法，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离开，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子来反对我。为什么？我可以坚持我的观点的权利。你这样反对我，我不认同，我可以选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绝不退让啊，这是我的权利。如果我连我自己的权利我都坚持不了，我怎么可能帮助我的网友坚持他们的权利，或者坚持其他人的权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退让的。林建辉，谢谢。Lancelot 张谢谢。今天会员话题很认同，我经常也和朋友说，每个海外华人心中都有一条唐人街，这会让我们和当地社会格格不入。华人要真正的在海外社会安居乐业，就必须拆掉我们心中那条唐人街。哇，好棒这句话！一杯咖啡聊表心意，非常感谢，我觉得非常好。你这个唐人街拆掉这条唐人街非常对啊，非常对。周，谢谢，感谢王老师在全体华文自媒体几乎集体回避这个话题时，不谄媚、不畏惧，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谢谢你的支持啊。蔡宗翰，谢谢，请老师来一杯58高粱啊，58高粱我喝过。真的很辣SW 谢谢 SW 谢谢先生美西周末咖啡大家辛苦谢谢卡卡七七谢谢萌冲谢谢
Mike 猪，谢谢。生如夏花，谢谢。Melody，谢谢。请王老师，请王先生和美西喝茶，谢谢。Christy 周，谢谢。Wang Kim 做了一个表率，把自己放在一个 humble 的位置，随时准备否定曾经的自己，很勇敢。大家多学，谢谢你的肯定啊！我每个人都应该 humble 对待，因为其实是什么？其实大家想一下啊，我是做新闻的啊，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做新闻的人跟做历史的人，其实大家是很接近的啊。我经常会回看什么？回看我过去经历过的这些新闻，这些大事。其实呢，我经常想起不是64啊，就是香港回归啊，7月1号，6月30号，7月1号那天晚上，那是个历史进程。其实你现在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其实很渺小啊，很渺小。就说很多人你会在某一个场景下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一下，在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每个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抵抗，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一样啊。就算我们讲习近平权力很大，但是这个历史进程他也没办法阻挡，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把人的生活的这个场景拉大，把我们的生活经历再拉长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们应该 humble 的对待自己的人生和其他的人生，对吗？张涛，谢谢。删帖是王老师的全力支持，但不知您是否看过那些被您删掉的内容，而不是以文章的长短做标准。我不告诉你，有些我看过，我不可能全部都看。我全部都看的话，那不是中招了吗？是吗？你说呢？ Little Lamb， 谢谢。好卡苦，谢谢。好观点，我喜欢今天这个题目，中国人的教育背景就是走不出自己的牢笼。其实王先生可以每次都提前预告一下。其实我想预告，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没想出来，还没总结出来，所以如果有总结，我会提前预告，好吗？说得好，很多中国人需要重塑三观，与自己的心灵对撞，放弃自己已有的价值观，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非常必要。赞同王舍的观点，谢谢。观点，王老师今天讲的太好了，我茅塞顿开。到美国13年，从没想过这个角度反省自己。好。观点，干嘛要融入啊 ？Be yourself， 做个旁观者也不赖。在正常国家建立社会联系这一点，不想建立也得建立。心理与文化上的学习与互相理解更重要。同意王老师的观点。中国人常说四海为家，要建立以地球为根，胸怀宽广一点。人在哪，家就在哪。观点，我和王先生有不同的想法。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我，根本不了解自我。走出自己的牢笼，第一步，我不认为是全部打碎，而是从深入真正了解自己，什么是社会给你的，什么是家庭给你的，而你自身的本身让你开心充足的诉求和价值是什么。认清自我当然很重要啊。我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代人啊，我这一代人可能这位网友可能更年轻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胸怀天下啊，要做更多的，要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啊。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当然我们有个人奋斗，但是更多的要想这个全局啊，想全局的事情。找寻自我，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啊，也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过程。
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慢慢的发现，我坚守自己也是我胸怀天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的时候，我也很重视啊，我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啊，同意你的观点。观点老师说的牢笼，更多的指的是传统的封建糟粕。其实好莱坞有好多这种电影或者青春片，就是讲找自己，不要被别人 judge， 活得自由。观点来美3年多，我真正喜欢这里的原因就是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吧。非常对啊，非常对。但是我还是想啊，我还是要大家明白一点，自由很重要，就是我刚才讲自由3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第二个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第3个自由就是别人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也可以，这就是3个层次。所以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第三个就是宽容啊，中国人要学习会宽容。我为什么会把那些删掉的原因是，他就是不让我选择我的那个文章，我贴出来的那个文章，他就是不让我选择，因为他不喜欢啊，这就不宽容啊。王先生对自由的3个层次总结得非常好。中华的文化传统观念对第一代华裔移民的束缚非常大，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功利性对极大的阻碍对平等的理解。是的，观点：中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基督教是自由、平等、爱。西方国家的成熟度是我可以在不伤害别人，我可以在保护别人的情况下自由。OK， 观点：来美20年，学习了20年，深信活到老学到老，成家立业，养儿育女。对新来的人建议学习美国的历史和政治，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你必须明白自己支持什么，代表什么，反对什么，不要轻信，不要随波逐流，溯本求源，搞清真相 truth， 非常对啊。观点：中国的偶像文化太严重了，很少有人会客观的去看支持一个人就把他偶像化，然后变成粉丝了，就不能客观看待了。我觉得支持反对都正常，粉黑就不正常了。怎么说呢？中国人还是喜欢把一件事情神化啊，神化。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我喜欢这件事情，就把它神化。神化了之后呢，就不能碰，神怎么能碰呢？那么，但是这也不完全是中国人才会这样，很多其他民族的人也会这样啊。那老实讲呢，其实我并不特别反对啊，大家特别神化一件事情，因为老实讲，你要真正的让一个人去把他当做神，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有很多条件才能实现。但是你自己不碰他，你不能让别人碰也不行啊。这里面我还是一个那句话叫党同伐异。中国人要真的不能够党同伐异啊，党同伐异真的会阻碍我们接受其他的信息啊，所以我只能用劝告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啊。观点：中共养出来的是没有我，只有我们，而西方的成熟度是拥有我之后放下我，走入我们，两种我们的差别，一个在拥有我，一个没有我。 OK， 这很有哲学含义啊。观点：香港问题正好相反，独立自主惯了的自由思想派，让他们如何接受 CCP 那种思想约束，不反才怪。其实不对，你说的自由跟我们讲的自由，我们讲香港拥有的自由，就是你可以反共，你可以支持共产党，
这就叫自由。我们讲的这个社会拥有的自由，我刚才讲的我们个人的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个观念是一种行为。我之前讲香港成功赖以成功的2个条件，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它是一个社会体系啊，它是一个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允许你做，只要不违法，你所有事情都可以做，没问题，这就是自由。这是一个社会体系啊，这2个不同情况。今天我妈还说国家养了你，我说不，你和我爸养了我，国家培育了我和你爸。我说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你们发展的会更好。他们无语了，就是这样，说的非常对。王老师甭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我周围土生土长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如此，原因是因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独立后的种族基的政治和社会划分，中文源流教育导致70%以上的华人只活在中文语系世界里，与治国以及主要的马来社会隔阂，加上长期只摄取中文媒体的资讯，几乎包括几乎中国的媒体，因而和马来西亚主流社会脱节。他们现在认定了中国是他们的祖国，中国强大就是中华民族的强大，思维和语言和墙内没有两样。除此之外，不让别人批评中共观点，我和王先生有不同的想法。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我，根本不了解自我。OK， 我这刚才读过了吗？是吗？观点，大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糟粕。王老师，你这个观点太客气了，太给中国文化面子，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好吧。提问王老师，我经常觉得我和父母有些难以沟通，他们始终觉得本国或者本民族利益至上，为此什么损害别的地区人民的利益都可以无所谓，特别是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他们甚至觉得因为美国给钱，香港人才上街的。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扭转他们的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啊，你了解他们，那你要选择，你爱他们，那你一定能够找到能够改变他们的方法。首先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资讯的来源，你要改变他的资讯来源。如果你不能改变他的资讯来源，你就改变不了他，好吗？观点同意王老师说的，但我认为真正的传统文化不完全是糟粕。日本文化很大一部分融合了中国的古代文明，甚至现在仍然存在，比如尊师重道、自省、克己复礼、忍耐、勤劳。那为什么这些在中国都是反着的呢？中国人自省吗？我觉得中国人很不自省。我要经常的提这一点的原因是，我讲的最多的都是我认为中国人做的最少的，就是自省啊，比如说克己啊、忍耐啊，比如说尊师重道，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早就不存在了。勤劳啊等等啊，这些。观点，共产党的恶就是以人民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个人权益，假借公益之名，其实是彻底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所以每个人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基本公益的标准是极其重要的，非常正确。情况，我到韩国第一件事情就是活下来，好比小草一样，先把根扎进韩国的土壤里，找到当地的一些社区组织，哪怕语言不通，也积极参与其中。比较后发现，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相处的，用真心对待，他们也是真心对我，这样的感觉很好。比较国内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在韩国心情舒服很多啊。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环境就应该允许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观点、见识，甚至理念。正是这些不同的思想和观点的激烈碰撞，才能产生出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制度和方案。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这里。
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这样，就是思想自由。你有思想自由，你才会有创新。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思想自由，你怎么可能创新呢？是吗？提问请教王老师：民主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否是以机会平等为导向，还是结果平等为导向？你这个问题问了我好多遍啊！平等的结果，还是平等结果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平等？还是说这些侧重点都是可以改变的？那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平等的机会，哪来平等的结果呢？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首先要机会的平等，才会有结果的平等。结果的平等是一个结果，但是你有机会的平等，结果不一定是平等的，因为你的条件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给你平等的机会大家都是一，你上来你已经有二了，你一加二不等于三吗？结果是一样吗？结果不一样。我上来只有一加一等于二，我还是比你少啊，所以结果不一样，不一定平等啊。你机会平等不一定结果就平等，但是你说我追求结果平等，把前面全部平均了，行吗？当然不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一直在你在很多地方在推特上给我提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其实我答过你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我们首先要干什么？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些概念，常识的概念。如果否则这样你在后面去找，要先把前面的基础打好才行，好吗？观点：国人经常抱怨，在美国大企业没有华人领导。以我观察，华人对领导地位的认知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分肉霸占资源的好处上，丝毫不关心一个领导需要价值观、品德和社会服务上。所以华人很多川粉看着自己高涨的股票，鄙夷的看着分占自己藤校名额的黑人们，一方面骂白左，一方面拿着白左的签证福利推自己的孩子去白左名校。大家觉得怎么样？非常对，是不是？对呀。我为什么经常不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就是这个网友已经说过了，其实中国人老实讲啊，怎么说呢？中国人还是有很多劣根性啊。第一个劣根性就是相当自私啊，相当自私。我上次在一个推特上面啊，就是之前有网友说这个加州刚才有网友提出加州的那个法案的问题，他那个法案其实很多中国人把这个加州骂的一文不值，骂民主党骂的一文不值。你自己想一下，是那样的吗？是你说的那样吗？并不是吧？他只是保障他的权利，保障他的权利有什么不可以吗？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到位，大家再看一下，回头我们这个会贴到社区，大家去看一下啊。就说中国人，你想要这个权利，你一定要付出，没有付出，你不应该得到这样的权利。权利，力量的力，不是利益的利。权利是大家是平等的，当你要得到某种权利的时候，那你要付出，你要有品格，要让大家信服你，你才能得到，而不是你通过一些什么技巧啊，就是投机的方式获得那个位置，不是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你有公心，你有公德心，你有品德，你为这个社区服务，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位置，否则你不应该得到这个位置，一样的道理。所以，对呀，后来我在推特上，我直接把那个推特删掉，我没有再辩论下去。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国人要多一点公心，
我们才能够讨论问题。如果连公心都没有的话，我们不用讨论这些问题，是吗？情况10年前出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把手机里、电脑里的界面换成英文，订阅英文媒体，斩掉国内 APP， 交当地朋友，慢慢的就会看到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现在想来太对了，哈哈哈，非常正确。观点打破心中的牢笼，需要批判性的思维，思想的开放，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接受至少尊重差异不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啊。观点从小听着评书长大，现在想来受到了严重的忠君思想影响，世界观重构看来也是个学术概念，真的实践起来很难很漫长，还经常会反复。我经常在睡觉时反省自己的言行，看看有没有倒退，好吧？观点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三观来自语言，语言是构造内心的圣殿砖石，只有彻底改造语言，才能改造三观。改换语境也是个很重要的方法啊。观点自省这个事儿，我在海外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我觉得在海外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挺有意义。退休了的老人已经和牢笼深嵌在一起了，人老了就没有那个精力和意愿再去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了，没那个精力和需要了。像我家里长辈只能随他去，继续他的牢笼，劝也没意义啊。观点，王先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你的观点和立场。中国人、香港人和美国华人相信香港人的身份让你最为认同，这无可厚非。但很多时候面对不同的听众，这种身份认同会造成隔阂的起点。其实我没有，我自己对自己有很多的认同。我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我是在美国的华人这都是不同的身份。当然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都不是这些。我最重要的身份，我是个记者，我是个媒体人，我要客观公正的讨论问题，看待问题，这是我最重要的身份。那我在面对大家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身份面对大家。当然有的时候呢，在谈到香港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感触因为我是来自香港。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不是个机器，我是个人，我会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当然我尽量的控制，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软弱的观点，听到王老师看低中华文化耳目一新，我不支持也不反对。我认为文化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好与坏，历史是珍贵的。我没有看低其实不是看低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那种文化自信，其实我是觉得中国人不需要太不能自信，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有正确的判断，或者说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正确的评估。 OK， 我这个比较完整比较正确。中国人一定要有正确的评估自己的文化，你只有在正确的评估、全面正确的评估自己的文化，你才能够把自己清晰的定位在某一个点上，你才能够自省，你才能够走出牢笼好吗？我没有看低中国文化，我也没有看高中国文化，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评估是就是先进就先进，厉害就厉害，落后就落后，无耻就无耻，要讲清楚，不能够闻过是非情况特别期待王先生的会员节目，今天的内容非常有益开智。我来美超过30年，10多年来业余教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期间有很多彷徨犹疑，听了您的讲座如拨云雾，内心十分感慨。支持王老师，争取早日走出自己的牢笼，真正做到规划。好的。哎呀，还有很多我就明谢了吧，好吗？我就不读了，大家去社区看吧，好吗？
明谢姥姥王，今天都是自家人，我们要记住和实践王先生的建议，融入你所在的地方，人在哪，心在哪，成为安身立命之地，非常对。谢谢姥姥王。George 陈，谢谢，赞同姥姥王，想念余英时老师。519 Sam Sarah， 谢谢 Chloe， 谢谢张涛，谢谢。很多网友给您发评论，本身是希望与您交流和进行交流，这也是认同你，但理解您的做法，不是所有发帖都是反对你，当然不是，当然不是。Renee Mark， 谢谢 Daniel 王，谢谢 Kinam Yom， 谢谢。加入会员后第一次听会员直播，我相信我会在王先生的节目里学到以前没有理解或者无法理解的很多观点，也为像我这样的墙内被洗脑大半辈子的人感到可悲。没关系，我们走出来就好了啊。One day at a time， 王先生非常钦佩你作为媒体人的中立态度。在目前新闻满天飞的时代，哎呦，哪去了？您的节目就像一股清流，让我一直在审视自己，听不同的声音，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另外，祝你父亲节快乐，谢谢。Apple 人，谢谢，请原谅我的无理，但也请理解我的愤怒，好吧？我理解你的愤怒，理解我的。好，我理解你的愤怒 ，OK。Cat Lover 555支持王舍，谢谢 Cat Lover， 我也是啊。张涛，谢谢，请美西喝杯咖啡，辛苦了。产 Claudia， 谢谢。YouTube 在搞什么？今天又是什么通知都没有，还是要去 Twitter 才看见？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办法。观点，非常高比例的华人真的是生活在微信的世界里。我觉得这涉及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很多华人英文不好，在工作环境又是语言上的弱者，只有在中文的语境中才有发言权，在语言上才会找到自信和存在感，有一种解放感，所以这也会更被微信语境所左右，因为有一种天然的偏好，这是阻隔融入英语社区的重要问题，所以我一直劝大家放弃微信啊，放弃微信。观点，华人一代和二代移民在族裔问题上的立场，其实代表的是两种与世界相处的态度。因为很多华人英文不好，不对，跑掉了。前者更看重自我提升和自身驱动，着眼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的完善自己；后者更看重体制本身的架构，着眼于修正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认为这是个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必备因素。好的，谢谢。夏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大家转发，谢谢大家。